哎，Ricky，你很特别啊，因为你是大马人，又是生活在日本的大马人，你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过往的经历吗？可以啊，其实是马来西亚槟城出生的。我是在1995年的时候呢过来日本。那个时候呢，其实是因为我的家庭兄弟姐妹很多嘛，爸爸妈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富裕，让我们能够去外国读书啊，或者那个时候呢，我小时候其实学生的时候呢，可能成绩就比较好一点，刚刚好，运气也比较好，就跟着学校的一般的同学去申请了那个日本的那个政府的奖学金，就过来日本。过后呢，就 stay 在日本这样，去在这里工作生活这样。然后现在好像是变成日本，可能也是算我的第二个家园吧。对，我们现你在都是 是马来西亚第二个家园，我是日本第二个家园，这样的感觉。不很有意思啊，你们都是 过我是常常回去马来西亚的。OK OK，所以我们都是第二家园的对话啊。对我嗯，们来说，你现在也已经有2个孩子嘛？我看你的视频。对对对对对，有2个孩子，挺长的一段时间了。我常常每一年都有回去马来西亚这样。嗯，那 Ricky 呢本身也是一个 YouTube 的博主，你的频道是叫 My 我 Solo 是 TV 对，啊。我只是兴趣做一做了，没有真正的很像你们这样专业，这样每天都有发更新这样一个感，是尽量做一下。Ricky，你从读书95年就到日本，也就是说你在日本已经有快要将近30年的时间了，对啊，并且专业是远远真的是大于你在大马的时间。对，有可能这样讲。现在每次回到大马，你会感到生疏吗？不会，因为我每一年都会回去，每一年都会回去。其实因为父母亲还在马来西亚嘛，其实挺亲切的。通常马来西亚人回去，就是为了亲戚啊、朋友啊、马来西亚食物啊，大家都是这嗯，样。是你太太也是大马人吗？对啊，也是槟城啊，人。对，我接触在日本的大马人不是那么多，你可以介绍一下在日本的大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吗？多少人在做些什么？大概在日本的我看过的一个statistic，在日本的大马人其实差不多是1万人吧。哦，一大马人在日本通常都是做一些什么呢？都是工作为主吗？我看的大部分是工作为主，工作为主的比较多一点，也是有经营，通常是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些人就可能自己开一些进出口的公司啊，或者跟他们工作有关联的那个公司就开始创业的，我也是有看过这方面做餐馆的，好像马来西亚人比较少一点吧。嗯，比较嗯少一点。因为马来像 西亚的料理还是比较算起来还是比较小众的。你有 OK，去过大阪吧？那我比较嗯好奇，你作嗯，为大马人或你们一批大马人到达日本以后，就感觉比较大的这种文化的冲击是什么呢？文化的冲击是完全他们日本的文化，其实和我们马来西亚可能很大的不同嘛。最大的不同，我是觉得在好像比如说一个细节，就在时间的遵守上，马来西亚人其实是比较轻菜。然后我呃们马来西亚讲很轻菜、很随便的意思。请听请对对，可能如果你跟人家约时间说这个时间呢，可能马来西亚人就5分钟、10分钟、15分钟，说塞车这样，大家都没有什么在意这样的感觉，就嗯不动。日本人就不一样啊，嗯日本人在时间的遵守上就被要求的非常严格。我记得嗯我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呢，就曾经有去做，对，每一年他们有牙齿的那个嗯讲呢检查嘛，牙嗯齿学生的时候就有牙齿的检查。在日本的牙医呢，其实是他比马来西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们对牙医那种每一年都有 regular checkup 的就有好几次嘛，然后就预约了去。第一次后来的时候就迟到5分钟啊、10分钟啊，就被那个牙医的医生骂了。怎么可以这样尊重我们的时间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的了解到，那时间的遵守他们是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会更加重要。工作的时候嗯呢，你跟你的像客户预约的时间呢，就要非常的那种时间，你太早也不行，太早的人觉得你是什么大爷
我嗯还都还没有准备好，你就跑来了。所以他们大概是分钟或者准的时间，他就会时间啊，观念上的遵守呢。其中一个是，我就觉得马来西亚人过来了就会比较开始的时候就不大习惯一点。这个是守时，还有一嗯，些什么让你这个30年感到受到比较大冲击的吗？第二个就是日本人的好像上下的关系。上哦，下的关还系这样，对，好像先辈跟后辈的关系，你就要比较注意一点，比较注意一点上下的关系，你要给他相当的一些尊重一下。他们也会比较讲一些礼仪一点啊。马来西亚可能就没有那么最上下的 hierarchy 或者 seniority，不是叫 hierarchy，应该叫 seniority，就嗯比较没有那么在意，你就要好像给对方一点这样的尊敬。他们也嗯用词其实也不大一样的，所以好像嗯客人或者是比较细腻的人呢，就要用一些敬语啊，就开始的时候挺辛苦的开始，因为你不习惯嘛，不习惯了你不大会用，然后你习惯了就用啊，还行，比较好了。不过最近呢，我看日本的工作的社会的转变呢，它最嗯近就有一点改善。之前好嗯，像90年代的时候，或者刚刚听说80年代的时候，seniority 的气氛会更加比较重一点。哦，那最近有一点慢慢的，我可以感觉到呢，日本的社会也是在慢慢的在改变。嗯，这个在外人看起来是改善，还是对日本人来说也是改善？他们还是或者说会认为这是一种退化呢？我觉得对日本人，他们其实也是想改善的。他哦，们是想要比较 open 一下，比较想提升一下。因为我看到很多大的企业呢，他们也是想要更加国际化，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要扩展他们的市场，从嗯日本这样走去能够得到更多的海外的市场，他们必嗯须要讲去改变一下。不过那个嗯过程我是觉得是比较缓慢的，它不能嗯一步到位的这种感嗯。觉。嗯。那你们在日本的大马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组织或者一些小的群，大家会经常聚在一起吗？还是有时候找一些party 啊，最主要是为了吃，做一哦些好像马上哦马来西亚的一些料理啊，大家就做了，大家一起吃了，聊聊天啊。哦有时候天气很好的时候，好像春天的时候，就可能去外面 picnic 一下。哦春天或者秋天，其实外面天气是不错的，他们有一些叫 yakiku 啊，外面嗯肉啊，就在大家每个人做自己一份的食物，这样来聚就聊天一下。那大马人在日本的话，你觉得会有些什么独特的优势吗？优势我是觉得是有的，因为哦马来西亚人我是觉得相对的融入度会比较高一点吧。因为虽然马来西亚我觉得是一个小国，嗯我觉得我们人口才3000多万，也不是好像特别的有名。有时候我跟我的朋友，日本人介绍我是马来西亚人，他讲马来西亚是在印度下面嘛。有一些像日本人，他好像不大对外面的世界比较认识的，马来西亚他可能比较生疏一点。那我就要跟他讲了，马来西亚是在泰国跟新加坡的中间，然后泰国他就知道，新加坡就知道。有一些日本人，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是这样，有一些日嗯本人好像比较对地理观念比较没有那么清晰的话，嗯，就要用泰国明白。跟新加坡，他们就比较知道泰国是在哪里这样。在好像马来西亚人的在日本的那个优势呢，我是觉得语言上的优势是挺大的。对，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就会多语言的人挺多的嘛，会3语或者像我们还会日语的话呢，在日本也是我看到的，马来西亚人在这里相对还行，在工作上还能够找到他们的特长来在公司里面呢，就好像因为如果你跟大家一样的话，你就没有什么特别。如果你跟大家有一点不一样，人家嗯没有的东西你有啊，好像人家，如果你是在这里要找会日文、会中文呢，其实也是挺多的。你要会中文啊、日文啊，又会英文啊，可能相对上就比较少一点。就好像马来文我们也可以交流的，东南亚或者亚洲这一块呢，就比较容易的去在工作上就找到工作的机会比较多一点吧。
对这一通常方面的优势是有个融入度呢，我是觉得是马来西亚人的优势吧。虽然我们小时候呢，可能要一下子要学很多语言是挺辛苦的，现在想起来就是这个感觉。你们通常都会一直会留在日本吗？或者大家的选择会怎样？就等到退休，也还是希望留在日本，或者我想怎样？如果是从对，我那一批过来日本留学的那批朋友呢，觉得有一半读了就可能就回去了，去其他国家了，还有一半就可能会留下来比较长一点。再过了好像是20年了，有一些还是会去其他国家，像我这样留的好像20-30%的，可能到最后的剩下20%吧。因为有些时候哦，是他们种种的因素啊，好像工作关系啊，到澳大利亚啊，或者去美国啊，或者回马来西亚啊，或者去新加坡啊，也是有的。回到大马有些人的多吗？还去大马的，也有，好像他过了一段时间，公司也派他去马来西亚了，他也觉得差不多时候了，想回去的也是有的，留下来也是有的。那选择规划入籍的多吗？入籍的反而我是觉得不多。什么原因呢？入籍的也是有，不过不多。除哦非我看到的是，通常是因为他的另外一半可能是日本人，哦，就会入籍。因为马来西亚的护照，我是觉得相对上好用啊，也好用啊，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去，都挺是，方便的。好像英联邦的国家，马来西亚的那个护照，其实你要去英联邦的国家，不需要特别的什么 visa 就可以去了，所以挺方便的。嗯，所以也没有特别说需要入籍的那种。明白。好的，我刚其实跟你了解了一下在日本的大马人嗯整体的情况。那我们如果深入来看啊，在生活中，你嗯其实以前也有提到过是旅行啊，我想旅行的时候，大家对日本产生的印象，可能和嗯你实际年复一年，甚至于生活的比在大马的时间还要长的情况下，感受是不一样的。是作为一个嗯日本本身，它也是一个比较民族性比较强的一个地方嘛。那你如嗯。果允许我这样说，如果你作为外人哈，生活在日本时间长了，你会有哪些感受呢？对对，有很多人有时候他会问我来日本旅行，我都很好啊，我想要来日本生活怎么样啊？或啊，者想要来日本读书啊怎么样啊？我会告诉他，第一个呢就是你旅行的那个观感跟你生活的观感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你旅嗯，行是1个星期、2个星期，你每天都是付钱嘛。就享受呢，人家日本人给你最好的 service 你付钱你就是客人，客人在这里呢，日本人是把你当成神哦，OK，，OK，当他的这种感觉，人神的那种概念呢，就把你服侍哦，的好像神这样子。生活又不一样了，工作也不是因为你工作或者生活或者你读书了，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了。读书还可能还好一点吧，人家可能帮你看成是学生了，工作了，因为你学校去赚钱，赚钱的话你就反过来，明白吗？嗯，人家怎样服侍你，就要怎样服侍你的客人那种感觉，啊，就要好像就是你就要 service 到那种日本人对客人的 level 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时间呢，时间你要把握的好啊，你客人可能时间把握不好还行一点，不过你的像时间啊，你的态度啊，你的那个精细度啊，对事情的要做的比较详细一点啊，工作的要求也比较，对自己要比较要求比较好一点，种种方面的不一样。在生活上呢，旅行上每一天都是快乐的，反嗯，正你每一天都是去走去享受啊。生活的上可能就不大一样了，有时候你也会遇到一些不大一样的事情啊，可能会被日本人骂你啊，上司骂你啊，你会骂什么呢？就就在哪种情况下会容易被骂呢？可能讲你工作怎么这么笨？怎么这到 level 了哦，日本人在这样在工作的态度不是这样，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可能外国人会觉得说，哎，有时候他们会讲说，哎，在日本不是这样工作的，或者日本人不是工作，你就会觉得有点自尊心，为什么把我区分这样的感觉这样？不过你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要了解这是一种工作上这里的社会的那个做事情的 order
就会比较了解，看你能够看得过去，看不过去看。有时候是有这么看，对你自己的那个怎样讲呢？心理上的有时候有心情的起伏吧，你能够把握的好了，就能够过得比较快乐一点，不然你就会郁闷。有时候你被骂的时候就会郁闷一段时间，你就会有一种感觉。你碰到过的最大的坎是什么样的？可以回忆一下吗？最大的坎当然有被骂过了，有时候是我最可能不喜欢的，遇到一些曾经有一个比较思想比较陈旧的、比较保守的日本的上司我是觉得他可能有一点成见吧，工作也是不是持久了很长，就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跟他那个上司干了。其中一个比较，我是觉得是一个经历，这个文化上可能就不大一样一点。有时候如果你的上司呢，日本的上司对你有这样的印象的，可能你就要改变一下你的工作，去找一个新的工作能够比较适合你的。如果你找到适合你的，就可以过得比较开心一点。最重要，工作是你要开心嘛，你开心了才过得有意义，不然人生短短几十年过得这样不开心，有什么意思呢？那我想了解，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希望说要到日本来生活了，跟你请教，你怎么告诉他说哪一点是他最需要注意的？如果你只说一点的话，会是什么呢？给他一个锦囊嘛。我会劝他说，如果你来日本的话，你是真的喜欢日本的文化。我是觉得日本它是适合你是喜欢，或者至少你没有排斥吧。如果你有排斥日本的文化，有一些好像愤青的，我是觉得你最好不要来日本了，你会过得很不开心。有些人是愤青那种心态的人我是觉得你就不要冲着因为日本比较先进一点就过来了，就不大适合。年轻一代的大马人还有比较对日本愤青的吗？有啊，老一辈我可以想象嘛，因为有战争。老一辈有一小部分吧，我觉得有一小部分。OK，有一小部分是愤青的。如果你是喜欢日本的，好像文化，有些人他对日本的好像 animation 或者game 或者你对日本的环境语言你有兴趣的话，我就觉得可能你会很适合你，因为你至少你心理上没有排斥。你会因为你的兴趣就会，因为最终是因为你的兴趣就会让你的继续坚持在这一方面继续的学习语言文化。其实语言呢，你要讲它容易呢，它也不难。如果你要讲的非常难呢，也是不是很难。不过它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慢慢的去消化。去学习需要你心理上能够接受，慢慢的去 pick up 它的语言的整个用词或者文化方面，它其实也不是很难学的。日语其实这跟中文其实非常像。OK， 我看如果你来过日本的话，你可能看过它的日本的汉字呢，其实是跟中文一模一样的，有很多合字，而且有些好像是福建话讲的，好像电话他们叫电话。铅笔呢叫 M 笔字跟福建话很接近这样的哈 ，OK， 对对，这么巧，看得出来你还是适应的很好，又非常 enjoy 在日本的生活。真是20多年了，如果不能适应就糟糕了，我就觉得。但如果退回到将近30年前，你有机会选择这个到日本和不来日本的话，你会怎么选？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当时没有得到选，因为我当时我是留在马来西亚上马来西亚大学呢，或者来日本，就是这2个选择吧。要是有的选会怎么样？要的选的话，我当然去美国啦我老爸有钱让我去美国了，去英国了，没钱嘛，这个感觉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因为你在生活中已经有2个非常漂亮的孩子嘛，我也想了解大马人在日本你小孩子怎样教育他呢？他们会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呢？在日本呢，他的教育其实是他有分公立的学校吧，公立学校是差不多是
只要你有在日本的 visa 的外国人的小孩子都可以上，公立的全部是纯日语的，跟日本的小孩子是一模一样。还有它也是还有一种是叫做私立的学校，它就有日语的，还有英文的，还有一些是 international school 呢，有各种种类的 international school。那我的小孩子呢，因为他们最近几年才过来，因为是 COVID 的关系啊，本来我是打算他们是让他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小学过完小学才过来，因为 COVID 的关系就不能这样飞来飞去了嘛。就把他们 COVID 过后呢，就有一阵子就不能这样飞来飞去，就把他们弄过来，就在这里上 international school 因为他们也不能配到那个自己不能那么快这样把他们丢在全日语的学校里面。而且我个人也是觉得英文还是相对上比较重要一点，英文啊、日语啊，其他的语文呢，我是觉得是比较辅助性对他们讲可能比较辅助性。我是这样像他们的英文把它练好。中文啊、日文就辅助一下，至少他们会懂。马来文呢，听得明白吧？他们已经会这么多了呀，好厉害！他们还是有继续上他们的那个中文的课啊。中文是上网课，学校呢，它是在这里的学校是教英文跟日语，中文呢是有继续让他们上网课，继续的跟着马来西亚的那个华语的课程吧。马来文还是有给他们继续的学，因为马来西亚呢，你至少要懂得基本的马来语嘛，不然所以他们中文嘛，连表格也不会填的，我是觉得有点不大方便对，未来可以用 Google Translate。Google Translate 是一件，不过也要听得明白，至少要听得明白。不过小孩子，我是觉得他们可能学习语文还是掌握的比较快的在那小的时候，掌握的比较快，会比较容易吸收。人老了就你要教比较年纪大的话，要他们学可能就比较难一点。所以他们4门语言要一起学，压力也是很大的。对，压力是比较大一点的。不过我是有跟他们讲英文吧，英文跟中文啊、日语啊，会比较 priority 给他们学一下。你的小孩子呢，是学2种吗？现在英语，英语为主吧，中文他在中国已经学了很多了行，写没问题吗？写我不懂，他很久没有写中文了，我不清楚他还会写吗？晚上我试试看他名字还会写吗？是在写方面的比较慢一点，可能。对，因为他要接触很多种文化嘛，他又生活在日本嘛。对，你会觉得这个和期望有关系啊？你是希望他们未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希望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呢？我其实很 open 的，他们想要去哪里都可以，都可以。要去日本也行，继续要留下日本也行，要去欧美国家也行，要回马来西亚也行。我是觉得，因为我工作是在这个样的，我是把语言当成是一种 asset 来看，我没有把它当成这种负担，我把它当成一个 asset 来你学了，你以后要不要用呢？是你再来决定。反正你学了也不一定你一定要用它嘛，你需要的时候你就用，你以后你们想去哪里，我是觉得那个是他们以后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的。我没有特别说想要他们一定要留在马来西亚或者哪个国家什么，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在日本生活的好处是些什么？对马来西亚人来讲就是会额外获得的 benefit，你觉得是些什么？好处呢？工作机会，因为好像东京啊，它其实是个非常大的城市，它是大概有3000多万人口，因为它的城市的容量够大，人口够多，工作机会其实是比较多的。你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在马来西亚，它可能市场是比较小一点也不是说在马来西亚你不能成功。其实，在我的朋友里面，在马来西亚其实过得比我滋润的人多呢。有时候是看你的那个经历啊，你要找的工作啊，适合的工作的机会啊，在日本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它人口比较多一点。还有一样在日本好的地方呢，可能它是有这个景 four season 它其实在好像春天啊、秋天啊、冬天啊，除了夏天以外，
夏天是在日本其实是挺糟糕的，挺热的，比马来西亚更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夏天来过东京呢？那夏天都是10月到秋天的时候，东京的是好像7月8月，哇，是比马来西亚更热。我劝你不要7月8月这样的时候来了，因为你会热死，热到晚上的时候很不舒服，晚上也很不舒服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四季呢，就是你就会可以去很多地方，然后旅行的那个体验啊，然后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它好像旅游的景点，我觉得它在日本做的比较好一点吧。马来西亚它其实也是有很多旅游的资源，不过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开发比较好一点的。好像有的好的景色，如果像比较好的景色在日本的话呢，它就开发的比较好一点，好像厕所做的比较干净点然后它可能在山上它会做一些咖啡店，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温泉旅馆，然后有一些好吃的那个休息的地方，你能够泡一个澡，然后在那边喝一个咖啡喝一个茶然后他们就会做一些好像这样的东西，让你能够在那个享受那个景色什么。然后这一点我是觉得在日本可能是在旅游的那个资源上、景点上，它做的会比较相对上比较好一点。这个是跟马来西亚不一样，在生活体验上吧，我就觉得因为人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生活吧，看你这个生活的很开心也很好啊，很祝福你。对，我是觉得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没有所谓绝对好或者绝对坏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好跟坏。你看你是在那个地方怎样最大限度的使用，去寻找自己的机会，OK，是这个样子，对，非常好啊。